秘密排练。事实上，823的大合唱训练要比其他的班级早一些。为了保密，班主任特地到附近的工厂里找了一间仓库，在仓库里练。应当说，823班参加这一次歌咏比赛还是有许多优越的条件。比方说，班里头有赵珊珊，她会弹钢琴，伴奏自然不用请音乐老师了。这些都是加分的因素，裁判打分的时候就有了优势。不过班主任对赵珊珊的印象大不如从前了，可以说相当坏。他居然敢一天到晚和庞凤华作对，被人偷了，什么意思？无疑是冲着自己来的，不能不防。但是为了不影响大局，班主任还是忍住了，等歌咏比赛完了事再枪毙。班主任有一个口头禅，那就是枪毙。枪毙这个词很脆，很有大局感，有了树权合并的意思，说在嘴里有一种斩钉截铁的味道，就地正法，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。比方说，对班里的班干部，谁要是不好好干，枪毙。谁还能不怕枪毙呢？依照班主任的脾气，恨不得立即把赵珊珊枪毙了。赵珊珊也太拿自己当人了，自以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骨干，在许多地方越来越放肆。比方说，由谁来做大合唱的指挥，班主任就考验过赵珊珊。班主任倾向于庞凤华，这一点赵珊珊应该是知道的，可赵珊珊还是坚持用胡佳，还大言不惭地说庞凤华气质上不对路。这是什么话？你赵珊珊知道气质是什么？荒唐吗？可笑吗？班主任铁青着脸，很生气。赵珊珊这个女同学不行，这个文娱委员她是不能再当了。歌咏比赛结束之后，一定要枪毙。不过音乐老师很配合，他在工厂的大仓库里把823的大合唱弄得越来越有模样了。48个同学站成了4排，分出4个声部，4个声部混杂在一起，有分离，有交叉，相互照应，烘托，音域变得厚实了，宽广了。再也不是48个人，而是千军万马，一个阶级的众志成城，甚至于一个民族的众志成城。歌声里洋溢着无边的仇，还有无底的恨，以及斗争和反抗的火焰。班主任站在远处，紧抱肘部，板着面孔，站得和标枪一样直，随时都可以投出去。也许是受了歌声的渲染，班主任不停地咬牙，还有点切齿，心里头却是很满意了。艺术就是这样，仇恨出来了，自然就有了感染力。音乐老师排完了，班主任又请来了舞蹈老师，这也算是推陈出新的一次具体的尝试了。虽说是大合唱，舞蹈老师还是加上了一些动作上的编排和造型，比方说突然出击的手掌，还有突然出击的拳头、肘部，使许多昂扬的节拍相应的有了视觉上的冲击力。铿锵斩钉截铁，把气势升华出来了，有了无畏决心，主要是敢死。而在特别抒情的地方，舞蹈老师则别出心裁，他要求同学们分腿而立，两臂下垂，一边一个拳头，全心向后，挺起胸，依靠脚尖的交替发力，身体左一晃右一晃。虽然双脚都没有挪窝，但是从整体上看，已经是赴汤蹈火了，却又柔和，甚至有了幼儿式的执着。春风杨柳，蕴含着缠绵憧憬，对祖国大地深情的礼赞。这个动作真是可爱，很漂亮，尤其是做得整齐的时候，可以说美不胜收。可是绝大部分男生显得很不好意思，做不出，脸上还绷住笑，一点都没有赴死的慷慨和主动。一连排了好几遍，效果都不太理想。
尤其是体育委员，那么一个大个子，在他握紧了拳头晃动身体的时候，脸上是那样的燥不大方。班主任说：孙坚强，注意动作。孙坚强嬉皮笑脸的，差不多是无地自容了。班主任更严厉的大声喊道：孙坚强！大合唱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春风杨柳的摇摆戛然而止。班主任盯着孙坚强问：怎么搞的？孙坚强说：这个动作还是不要了吧，怎么弄啊，难看死了。班主任沉下脸命令说：你出来。孙坚强只好出来，路过庞凤华的时候还对庞凤华做了一个鬼脸，班主任都看在眼里了。孙坚强并没有太拿班主任的不高兴当回事，他经常和班主任奋斗在篮球场上，总是给班主任喂球，和班主任的私交很不错，心里头有底。孙坚强走到班主任的面前，歪歪的在班主任的面前稍息，还一抖一抖的。班主任说：你说说，怎么一个难看死了？孙坚强红着脸说：嗲兮兮的娘娘腔。全班的男生都笑了，不少女生也笑了。班主任看了一眼舞蹈老师，脸色真的难看死了，转过身来便对着孙坚强咆哮。他对着仓库的大门伸出一只指头，吼道：滚出去！孙坚强愣了一下，知道自己完了，被枪毙了，傻在那里，脸上挂不住了，掉头就走，嘴唇上还有一些动作，很无用，很多余。班主任对着孙坚强的背影伸出了手指，可以说又补了一枪。孙坚强这一回肯定死透了。果然，班主任怒气冲冲地说：体育委员别干了，再也别想回来。